大家好，今天呢陪家里的老爷子出来转转，已经下了很多天雨，但今天呢是一个出太阳的天气。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应该算荔枝湾冲一个游览区。我的身后呢是新开的广州酒家，大家可以看一看这边的老榕树加上一些广东传统的建筑，有些呢是原来就有的，但也有更多的呢是仿造这种传统建筑。我的对面呢就是著名的半溪酒家。今天呢，等一会儿我们也会跟家里老人家在这边聚餐，但是时间还早所以在这边呢先逛一逛。我先跟我的女儿好不容易约在一块出游，就跟她顺着这条龙津桥走一段最终呢，我们是希望通过这条龙津西路一直走到恩宁路，从那边呢去参观一下永庆坊旅游街区。你看这条龙津桥的边上呢就是荔枝湾冲，也叫荔湾冲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小的游轮码头。现在眼睛看到的呢一群的仿古的建筑，但这边无论如何呢，就是这条河冲边的这种大的榕树非常的漂亮。对面呢其实就是荔枝湾的游览区。现在和荔湾湖公园呢打开以后这片非常开阔的水域有湖区，有河冲，还保留着很多西关的老宅，是这样的一块地方。好了，现在呢我要往前走，跟着我女儿的脚步去到前面的恩宁路，进到永庆坊里面呢去转一转。刚刚呢我就从前面这个龙津桥走过来，现在就顺着这一条龙津西路准备往多宝路方向走过去。西山巷你看这就是西关地区的众多的小街道之一。这边呢也有一些老字号，也有新开的一些商店，主要呢还是以饮食为主有很多西关传统的小吃。如果你会寻找能发现的话呢，这边还是有很多的一些美食，当然都是普通老百姓的一些喜欢的食物。这条龙津西路呢应该已经做了很多次的改造既保留着一些以前的骑楼，也整修了一些门面，就使得这条生活化的街区呢照样还是非常的活跃。大家可以看看边上的各种广东人的书店。这边呢是恒源北的社区，对面呢居然还有一个荔湾博物馆。从路上见到的很多的招牌呢，就可以感觉到这边还有很多文化的遗存，但是更多的呢就是像这些普通老百姓赖以生存的小店、小商业龙津西路前面的就是恩宁路了。到了恩宁路上呢，就有更多的传统的西关的老楼、旧的街区。现在那边呢被打造成一片旅游的观光区域，而最大的成就呢就是改造了一个街坊，叫永庆坊。我们继续向前面走过去看一看。
这边的街道虽窄，但是还是分成了行车道和骑行道。还有呢，就是你看我右侧非常独特的过街楼，就是那种骑楼。这边呢还保留着一些传统的大宅，你看西关大宅门，非常大的一个门洞啊。这边还有一些介绍。这边呢就是逢源正街，非常漂亮的一条老式的街道。你看边上那些门呢，就是向高发展的一些西关大屋啊，其实就是连体别墅的另外一种叫法。对面呢是广州基督教石府堂，那边呢有一个基督教的教堂。就我无数次在这条小街上面骑过车、走过路，就每次来呢，感觉浓浓的广东人或者说广府人的一种生活状态，就他们还是一条活着的街区，就并不因为说成了一个观光的区域，就有所改变他们的生活，还完全呢保留着他们传统的生活，该怎么样就怎么样的一种生活态度，觉得这个还是不错的。你看这样的街区，这样的门洞，做了一些装饰，非常漂亮。但是这个石板街的里面呢，那些老房子啊，就有些年久失修的感觉。看看这边的老百姓的这种小吃店，都是一些跟本地人生活相关的一些小店，有非常接地气的一个生活街区。看看这些商店装饰的非常的广东色彩。这条路呢就是多宝路啊，一直往前走就是黄沙大道了。但是我们还得走过多宝路，继续顺着恩宁路往前走。这里曾经是一家上过央视网的商店啊，它现在也在进行改造。你可以看到啊，这边有很多的房子都因为已经老旧，正在进行重建的维修改造。这边的小街道呢就叫多宝街，这边有很多的这些马路的名字啊，像逢源大街、多宝路等等，它边上都有一些小的街巷呢，也以同样的名字命名的。
走到这边呢，我的左侧就是西关的培正小学。培正小学呢，具有非常长的历史，也是广州的知名的小学。这条呢就是恩宁路，在这个边上呢，现在把这个荔枝冲啊整修以后呢，就变成了一条非常漂亮的观光的河道。我记得我有好几次沿着这条水道骑行。你看啊，打开以后，边上也装点了一些宣传的图画的这个街区啊，就显得非常的休闲。而边上的那些居民的房子呢，我相信门前也在做一些修整。而这边呢，整个区域统称为广州西关永庆坊旅游区。大家可以看看啊，这边是旅游区的一个介绍。这个呢是一个导览图啊，其实面积还不小。而且这个永庆坊的旅游区呢，也在经历1期、2期，可能现在正在进入第3期的一个规划重建之中。好，我们继续顺着恩宁路，在这边呢随意的行走一番。你看啊，边上的很多小店，有广味的这种烧腊店，也有一些时尚的咖啡店。那更多的呢，你看啊，还是普通老百姓的居民的出入口。这是一个奶茶店，应该也是个网红店。这边有很多的这种小店啊，广东人是最喜欢开门做生意的。我们再来看看恩宁路啊，刚刚从那边一路西关小学过来，这边呢有个李小龙的祖迹，这边有很多的这种本地特色的食品店、小餐馆、饮食店。广东地处南国，一年之中呢，大半年是夏天，所以这边呢，在这种气温高、多雨的地方啊，它就非常合时宜的建了很多的这种可以不淋雨在街上行走的骑楼，也因为这样呢，就造就了很多的生意。所以每个地方的人呢，都有每个地方人的一种智慧。而我对面呢，就已经到了永庆坊的一个路口，当然这边有好多个路口。我再联系一下我的孩子，他比我走得快，看看他在哪里，我们去汇合以后到永庆坊里面去走一圈。现在呢，我走过多宝路啊，走进永庆坊里面去。这边呢，用很多种文字介绍永庆坊，除了英语以外呢，还有日语、韩语，大家应该很容易的查到永庆坊的一些介绍。所以呢，我在这边就不做停留，直接往里面走了。所谓的永庆坊呢，我一直觉得它就是上海新天地和田子坊的一种混合。你看啊，其实有很多时尚的这种小店，就开在这种传统的街区。那这种时尚呢，又跟你看铺满这种石板路的街道，这种古味呢混合在一块，相得益彰。从这边过去呢，
前面就是李小龙的祖居，是李小龙的父亲。以前呢也是一位粤剧方面的艺人，或者说京剧来讲就是武生嘛，他生活的地方。那李小龙的事迹呢，大家都已经非常知道啊。那这个地方呢，就是李小龙的祖居。你看，还有专门的大幅的这样的宣传，有一个龙的传人，李小龙祖居特展。现在我顺着我小孩的脚步呢，走进了李小龙的祖居。当然，这个房子肯定也是重新装饰过，但是呢，确确实实还保留着极西关的房子的特色，并且呢，增加了更多的这种传统的花窗。从这边呢，就一路可以进去参观李小龙的祖居。这边专门有李氏的族谱，有很多代人呢，在这边擅自开业了。李小龙的父亲是粤剧的一名演员啊，这里他的照片，这是练习咏春的一个装置，是粤剧的一些戏服吧。这里有介绍李小龙的授业恩师叶问啊。这个房子呢还有2楼，这个楼梯呢还是比较陡的啊。再上去呢是一个天井，但是呢现在游客止步。这里有很多李小龙的介绍，他演过的很多的电影被称之为功夫巨星。这个房子呢，就是传统的西关的这种由下往上3层的西关大屋的结构。你可以看到这个房子采用了很多从西方传来的彩色玻璃作为装饰。这边还有一个天井，所以你别说这种3层楼的西关大屋啊，就是连体别墅式的房子，它里面的空间其实并不小。但是当年呢，肯定也不是普通老百姓能够负担的房子。幸好这房子的一部分呢也被保留了下来，再加上名人的效应的加持，就成了一个供大家参观的博物馆。这边墙上介绍的呢，不仅是李小龙在武学方面的造诣啊，还有他的一些书信。这里边呢也有很多文采的表现。这一面墙上呢讲的是中外的各路的武术明星，里面讲到李小龙的以前的同事好友，还有他的弟子等等啊。你看他这个房子，有些是今天难得一个出太阳的天气，加上是一个周末，大家休息的日子，所以呢，这个地方游人如织啊。但是闷热的天气呢，还是让大家有一点点吃不消。我们继续到里面去走走吧。
你看这些旧式的房子呢，都被改建成为店铺啊。有啦，有唔啦？不是的，有了呀。虽然天气比较热啊，但是游人的热情高涨，应该也是没几天了啊，暑假就要结束了，可能大家都想抓住一个假期的尾巴，带着自己的孩子或者是学生模样的人呢，利用最后几天的假期出来旅游一番。在这边还是看到了大家这种对传统文化的热情，而且呢，这种传统文化跟现代的商业呢相结合，就变成了一个消费休闲的区域。那这边呢，其实已经到了它的边缘，也就到了荔枝涌的边上。这边呢，旁边的很多居民楼啊，以前都已经非常陈旧了啊，但是经过一些重新粉刷、穿衣戴帽啊，你看啊，就显得干干净净，在河边一个非常不错的居住的空间。我们继续在已经修整一新的荔湾涌边上散步，你可以看到啊，这种新的用石材建起来的，像这种抱月桥，还有云山月影的牌坊，还有就是右侧的这种古色古香的楼房啊，都无不反映出广东人对于他们传统文化的一种骄傲。这个呢就是粤剧艺术博物馆。好細哦。这个地方呢应该是一个出口。我上次到里面去参观过，有很多的戏服、道具，还有讲述粤剧的发展、传承的历史。这边呢就更像是一个现代的公园。你看啊，这种只有中国的园林里面才会出现的廊桥，下面的水池啊，非常漂亮的锦鲤，大家可以看看，这代表着中国以前的一种对于优雅、对于艺术的一种反应啊，一种象征。我们平时呢一般啊都是在这条荔湾涌的那头行走，但今天呢我们还是走到了博物馆边上，其实也是可以大家在这边悠闲散步的地方，而且就好像在一座园林里面啊，就感觉更加的惬意。这边也堆了很多的假山，虽然和江南那种太湖石明显不同，没有那种玲珑剔透，但是呢也有另外一种韵味。这条跨在荔湾涌上的小虹桥啊，有一种异国的味道，有点像日本的那种桥。这一路看过去呢，都是以前的一些民居修复以后的模样啊，但再后面一点呢，就是普通老百姓的住宅了。
这边呢，应该就是这个粤剧艺术博物馆的入门了这样的一个门口。边上呢，应该是一些餐馆，还有一些附带的设施。很多人都想在这边留影的呢，就是永庆坊这3个字啊下面的这个门洞。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里面有很多的地方值得大家去逛一逛。但今天天气确实有点热啊，走了一段已经汗流浃背了。除了这些保留下来的古老的房子之外呢，也开了一些新式的店啊，也有很现代的装饰。这是一家酒店。走到这里呢，就有点像上海的新天地附近了啊，而且呢，它多了一条河，多了一些水岸的风景，就感觉更为开阔，更有一些小桥流水的韵味。瞧瞧。这些保留下来、重新装修的楼房啊，都开了各种各样的酒楼商店。就从这个就可以了解到，广东人民对于经商是刻在骨髓里面的一种基因。就任何地方呢，都可以被他们用来商业的活动啊。这边也有各种各样的小吃店啊，包括这种遗传了几百年的唐人。就偶然到这边来逛逛呢，就会感觉啊，广东传统的文化还是非常有吸引力啊，而且真的非常有趣。尤其是非本地人到这边来呢，一定会有一些惊喜。即便是我们常住在这边的人呢，能够有机会时不时来一些这样的文化街区逛逛呢，也是非常的好玩。这边呢，就是永庆坊的一个轮渡，应该说游船的一个码头。你看看这游船装修的非常的漂亮啊，很贴心的姑娘给我买了冰淇淋。走了一大圈了啊，还是非常欢乐的这种氛围，感觉时不时到这边来感受一下当地的这种人文传统的文化的氛围啊，我觉得非常棒。那好了，我就不拍了，等一会儿呢，跟我的小孩啊再去附近慢慢的逛逛，一边走一边说说话啊。难得这样的出太阳的天气，虽然稍微热了一些，然后我们就准备从这边呢再走回半喜酒家，到那边呢去用午餐。希望是非常美好的一天啊，既满足了家里的老人家，在我的太太的陪伴底下去逛荔湾湖公园，我就跟我的大孩子难得2个人一起出来走走。生活就是这样，这样就已经非常令人满意的生活状态了。好了，那我就在这边结束我今天的拍摄。我们谢谢大家的观赏，改日再见，拜拜。